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，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搞婚介这么多年，还真没见过这么势利眼的女生。哎呀妈呀，我先喝口茶压压惊。这不是前2天来了一位小姐姐找我牵线，人长得是挺漂亮的，广州本地人，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。一进门就开口，丽姐，我今年32岁了，找对象要求不高，但是一定要颜值在线，身高1.8米以上，年收入稳定，在税后50万以上，最好是有房有车，家庭背景要好。我一听就想笑，这叫要求不高。但是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也习惯了，就问她，小姐姐，那你自己的条件怎么样呢？我在外贸公司做销售主管，月薪2万出头，是租房住啦。不过我长得漂亮啊，身材也好，气质也在线，找个条件好一点的男生不过分吧？毕竟我这么优秀，天啊，我真的服了。这种自我感觉太良好的剩女，我见得多了。但是本着职业道德，我还是认真给她介绍。正好前几天有个条件不错的男生来登记，我觉得可以试试，就约了他们见面，约在了一家我常带客户见面的茶餐厅。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场，想着要好好观察这场相亲。果然，这位自称温小姐的大龄剩女，穿得珠光宝气的来了，全身名牌，香奈儿包包，这搭配我觉得有点夸张，一看就是租的或者买的高仿。因为做这行久了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男生阿杰准时到了，他穿着简单的衬衫牛仔裤，很清爽的打。但是温小姐一看到人家，眼神立刻就变了，那个嫌弃的表情简直是明晃晃的写在脸上，这也太普通了吧。这时候我赶紧打圆场，来，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阿杰，今年35岁。还没等我说完，温小姐就冷冷地打断我，丽姐，你这介绍的是什么呀？看着就是一般上班族，工资能有多少？我的要求你都忘了吗？哎呦，这话说的我都替他臊得慌。阿杰听了倒是很平静，只是笑笑没说话。我正想说，阿杰其实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年薪确实不止50万。接下来更绝，温小姐开始各种摆谱了，奶茶不要糖，这里太吵了，空调太冷了，就是挑3拣4，各种不满意。全程都是低头玩手机，连正眼都不带看阿杰一眼的。就在这时，茶餐厅外停了一辆保时捷卡宴，温小姐一看到，眼睛都亮了。只见温小姐看到那辆保时捷，立马坐直了身子，还特意整理了一下头发。这时候就见一位穿着西装的男士从车上下来，朝我们这边走来。温小姐眼睛都直了，脸上立马堆满笑容，跟刚才判若两人。没想到这位西装男直接走到我们桌前，对着阿杰说，总监，公司那边出了点紧急情况，需要您过去处理一下。温小姐一脸懵啊，这是你的车？阿杰这时才慢悠悠的开口，我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温小姐，看来今天没法继续了。说完就要起身，温小姐这会儿可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赶紧站起来说，哎呀，没关系的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公司看看。噗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，这前后态度转变也太明显了吧。阿杰却面无表情地说，不用了，温小姐还是继续找你的有钱又帅气的白马王子吧，像我这种普通上班族确实配不上你这样的优质女性。温小姐脸一下子就红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阿杰接着说，温小姐，我觉得你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用外表和物质来衡量的。你刚才的态度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人品，即便你再漂亮，也很难得到真心对待。这时他的助理又补了一刀，总监，您说的对，像温小姐这样的，我们公司里拒绝过很多，他们看到您开的是10年前的老款普锐斯来相亲时，都是这副嘴脸，等知道您还有保时捷、法拉利后，一个个都后悔的直跺脚呢。我在旁边听的都惊呆了，原来阿杰平时相亲都是开一辆普通的混动车来，就是为了测试女生的品性。今天这辆保时捷还是因为要去谈一个重要项目才开的。温小姐听完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
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是我肤浅了。”阿杰淡淡的说：“不用跟我道歉，希望这次经历能让你明白，找对象不是在货架上挑商品。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人，丽姐，改天再聊。”说完转身就走了。这时我忍不住了：“温小姐，我得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”我清了清嗓子，对着温小姐就开始说教了：“妹子，你今年都32岁了，现在的婚恋市场，特别是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，你觉得我不是说你不好，你确实长得漂亮，工作也不错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条件特别好的男生，人家也有择偶标准啊。你总觉得自己很优秀，但是说句实在话，你除了长相，还拿得出手的是什么？”温小姐听我这么说，眼眶都红了。丽姐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，不想随便将就。哎呦喂，这话说的，你知道阿杰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人家不仅是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还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，年收入不是50万，是几百万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的品性特别好，待人真诚，从不炫耀。你知道有多少女生排队想认识他吗？但是人家偏偏就是想找一个真心的，不在乎他身份地位的姑娘。结果你呢？就因为人家穿着朴素，你连基本的尊重都不给。听我这么一说，温小姐更难受了。丽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说还有机会补救吗？我直接摇头，算了吧，这种人品上的问题，哪是说改就能改的？我跟你说，现在的社会，外表确实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。你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带着歧视和偏见，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以为阿杰是第一个这么试探相亲对象的人吗？错了，现在很多条件好的男生都会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看清楚女方的真实品性。你今天的表现，估计很快就会传遍广州的婚恋圈。温小姐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蔫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下我真的完了，丽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叹了口气，能怎么办？好好反省呗。你要真心觉得自己错了，就该从内心深处改变这种势利的想法。我建议你先不要着急相亲了，好好沉淀一下自己。你想啊，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条件很好的男生，他会喜欢一个特别在意物质的女生吗？就算一时被你的外表吸引，但相处时间长了，你这种爱慕虚荣的性格一定会暴露出来，到时候人家还会要你吗？温小姐听我这么一说，眼泪啪嗒啪嗒的掉下来了。丽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说的对，我这种态度，别说是优质男生了，可能连普通人都看不上。我看着他懊悔的样子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儿，毕竟也是个孩子。我拿出纸巾递给他，好啦好啦，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就要改呀。你也别太自责，人难免会犯错，关键是要吸取教训。其实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现在这个社会找对象真的不容易，但是正因为不容易，我们更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。你看看现在的新闻上，那些因为房子、车子闹得家庭破裂的有多少，都是因为太在意物质，最后苦了自己。温小姐抹着眼泪说，丽姐，我现在特别后悔，您说的对，我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着急找个条件好的，结果本末倒置了。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保证改，真的，改是肯定要改的，但是我建议你先别着急相亲。我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，不如这样，你先回去好好想想，写个总结，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想要什么，再好好规划一下未来。你要知道，找对象不是找供养你的人，而是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伴侣。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阿杰发来的信息。丽姐，今天的事情不好意思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也不是真的坏，就是太浮躁了，希望她能想明白。看到这条信息，我心里暖暖的。阿杰确实是个品格高尚的人，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发飙了。我把手机递给温小姐看，你看看人家多善解人意。阿杰这样的人，不光是因为他有钱有地位，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品德，这才是真正的优质男人。温小姐看完信息，眼泪又下来了。
丽姐，我真的太差劲了。您说的对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我一直在用错误的标准找对象，明白就好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其实你条件也不差，关键是要端正心态，回去好好想想，等你真的想明白了再来找我。到时候我肯定还给你介绍好男生，但前提是你得真的改，不能再用以前那种势利的眼光看人。温小姐重重的点头，我一定好好反省，谢谢您，丽姐。今天这件事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。那次相亲失败后，温小姐真的认真反省了很久，差不多过了2个月吧，她又来找我了。一进门就说，丽姐，我这段时间想明白很多事情，以前总觉得找对象就是找个条件好的，现在才知道这完全是错误的想法。看着她憔悴了不少，但是眼神比之前清澈了许多，我心里也替她高兴，想明白就好。那你现在对找对象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温小姐认真地说，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真心对我好、性格和得来的人。他不用很有钱，但是要有上进心；不用很帅，但是要干净整洁；不用有豪车，但是要懂得照顾人。听他这么说，我觉得这孩子是真的想通了。正好前几天有个男生挺不错的，是个高中老师，叫小陈。虽然工资不算很高，但是人特别踏实，对生活也有规划。我就把小陈的情况跟温小姐说了，他今年34岁，在市重点高中教数学，月薪1万多，家里有套房子是父母留的，平时生活简单，喜欢看书、运动，就是长相比较普通，你能接受吗？没想到温小姐很认真地说，丽姐，我想试试。其实我现在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性，您觉得他人怎么样？这孩子人品特别好。我说，在学校很受学生欢迎，对父母也很孝顺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很会理财，这些年存了不少钱。最重要的是他特别顾家。就这样，我又安排了他们见面。这次温小姐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，不仅穿着打扮简单大方，见面后也很有礼貌，一直认真听小陈说话。小陈说起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激情，虽然当老师挣得不多，但是看到学生们进步，我特别有成就感。而且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稳定，能让家庭有个保障。温小姐也分享了自己这段时间的感悟，其实做销售也让我明白，赚钱不容易，与其追求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不如找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一起经营生活。见面后，2个人都觉得不错，就开始培养感情。小陈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特别会生活，每次约会都会精心安排，有时候是自己做饭，有时候带温小姐去爬山看日出。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活动，但是特别用心。温小姐也变得越来越恬淡了，她跟我说，丽姐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真正的幸福是这样的。小陈虽然不会说甜言蜜语，但是特别细心，知道我加班累了，就给我煮姜茶。我生病了，他二话不说就请假来照顾我。交往3个月后，小陈就跟温小姐求婚了。求婚的时候，他拿出了自己存了好几年的积蓄，说，我知道这些钱不多，但是我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温小姐感动得哭了，我不要你给我什么大房子豪车，你的真心就是最好的礼物。现在他们已经结婚1年多了，小日子过得特别甜蜜。小陈除了教书，还接了一些在线辅导的工作，2个人的收入加起来也还不错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特别恩爱，走到哪儿都手牵着手。前几天他们还特意来看我，温小姐挽着小陈的手，笑着说，丽姐，真的要谢谢您，如果不是您当时给我说那些大道理，我可能到现在还在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，错过这么好的一个人。所以说啊，各位看官，找对象真的不是看表面的条件，而是要看一个人的品性和真心。你看温小姐以前追求那些虚的，结果处处碰壁，现在找到一个踏实的好男人，反而过得特别幸福。现在他们都在商量要孩子的事情了。小陈还特意考了教师资格证的高级职称，工资也涨了不少，这才是最难得的，2个人互相扶持，共同进步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明白，
真爱无关物质，幸福就是遇到一个真心待你好的人。如果觉得丽姐说的有道理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下次我再给大家讲新的故事。